蓝曦臣一来便瞧见了自家弟弟温柔似水的模样，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弟弟很是高兴啊，看着无限也不在身边啊。走到身边一看，猜都猜到是隐去身形了，没事了，弟弟还是那个弟弟。蓝曦臣还没坐热，眼前忽然就出现了一场闹剧。大哥怎么也来了？随后，魏小纸人抱着他家道侣的拇指，很是有兴致地看着眼前金光善的变脸大法。定了魂事，便是天地认可的一对了，喊道侣没问题吧？看着一开始的金光善还妄图含混过去保下薛洋，到赤峰尊把薛洋帮金家炼活尸的事爆出，金光善那惊愕的神色，再到私藏温宁、欺瞒百家一事，金光善被震得清白一片的神色。要问魏无羡什么感受？谢谢。突然领悟到了现代那些起点文的快乐，但更多的是悲哀，那些他曾要保护的人都回不来了。最终，以薛洋被交于常氏处理，金光善被扣押下去，金光瑶则为同伙被一同带了下去，金家一片混乱，这场盛大的清谈会落下了帷幕。当然，后来薛洋刚押送到常氏手上就被一箭穿心了。金光善和金光瑶以及参与到炼尸场的人皆被那些失去亲人的仇人寻仇了，无一生还。魏无羡倚在树枝上，任凭清风拂过，扬起衣袍，正是浮生偷的半日闲的上好时间。自兰陵金氏做的许多恶事被曝光后，随之而来的是对魏无羡身上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澄清。其实魏无羡本人对这些并不是很在意，可耐不住自家韩光君的不认同，也耐不住昔日好友聂怀桑那股热闹劲，也就随他们去了。他寻思着，千载后夷陵老祖的名声也没好到哪里去嘛，虽不知先前这般恶劣，然到头来还不是担了个一正一邪的说法。可见历史啊，可真是有趣极了，哪怕是当事人，有些事恐也道不清其中对错吧，无非待繁华褪去，任凭后人挥墨点评罢了。呀，这不是韩光君吗？甫一睁眼，侧头，魏无羡便瞧见了那一袭白衣，在这静室的小院子了，也只有他的韩光君了。蓝忘机机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对自家未来道侣喜好爬树的行为仍是有些担忧，万一他不在，万一不慎摔了，那该多疼啊！怎么不回房？手微微一撑，那神情飞扬的少年便坐了起来，单手支着下巴，调笑道：“这不是屋里没你，想要你一回来便瞧见我吗？韩光君，怎么不夸夸我？当真不是贪玩。”蓝忘机轻笑，相处许久，他似乎已经对树上低头看他的少年熟悉的不得了了。好啦好啦，魏无羡摆手，也不再闹了，像是想到了什么，低声道：“韩光君，可以接住我吗？我这个人其实还挺怕疼的。”话音刚落，魏无羡只觉被一阵清淡的檀香气息笼罩，回过神时，已然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显然，蓝忘机先他一步上来了，而非等他跳下去。这么怕我摔着呀？是怕你疼，不一样吗？一样吗？你并不怕摔，但大抵还是怕疼的。好啦，不跟你闹了，退下吧，朕乏了。魏小羡打了个哈欠，也不知怎么了，最近愈发容易疲倦了。但是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魏无羡突然来了精神了。蓝湛，你答应我一件事。蓝忘机尚未听到是什么事，便轻而易举地应承了下来。末了，又嫌话不够多事地补了句：“你说，我听着。”不过，待听到是什么事后，饶是素来风雨不动安如山的韩光君也崩了神色，继而有些哭笑不得。这还真是连自己也不放过呀！就在蓝忘机思索的这会功夫，魏无羡便以为这人不愿答应，已经开始假意控诉起来了。果真如千年后蓝忘机说的那般，哭得很惨烈。确实惨烈，不过想必哭得惨烈是因为手上的天子笑得不慎摔落地上吧。到底韩光君为了哄人，还是什么都答应了。可惜随之而来的是魏无羡愈发严重的嗜睡症。他们彼此都明白，或许就是要回千年后了，到了分别的时刻了。尚未到分别的时候，魏无羡和蓝忘机首先要面临的是乱葬岗突如其来的灾难。乱葬岗那原本镇压的好好的怨气爆发了。首先被祸及的就是离得近的城镇。待仙门之人赶到的时候，昔日热闹的小镇已经荒凉一片，
寻不到半分生活过的痕迹了。踏进乱葬岗的那一刻，魏无羡捂着心口直皱眉，不对劲，这里的怨气怎么比以往更盛，还暴躁？不是我修习的怨气。蓝忘机连忙在魏无羡身边布下了结界，制止了怨气进一步对他的影响，这才令他的神色好了些。魏婴，你现在是魂体，小心些。魏无羡点头，便开始继续探查这片他曾经熟悉的地界。许久，他摇了摇头，毫无头绪。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里的怨气在不断外溢，假以时日，更远些的城镇定如先前我们见到的小镇那般毫无生机。蓝忘机补充道：“得想办法阻止。”但数日探查，仙门众人连着商讨数日，也想不出法子，反而是争吵愈发激烈了。